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京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这个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同时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5位聊一团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就是一生一世一对人，一心一意一辈子。大家好，我是吕阳。婚姻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幸福脚本。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不是去寻找那个完美的人，而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并不完美的他。大家好，我是雷鸣。爱得太累一定不对。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保鲜靠温差，冷时添把火，热时给空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有请今天的嘉宾，有请，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25岁，来自河南，金融经理；王女士24岁，来自安徽，电商运营。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对方最不让你满意的是什么？他既要我能够挣钱，会做家务，还要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接受他的负面情绪。凭什么他能够心安理得的索取这么多，而且他还会审视和质疑我付出的一切？这太不公平了。我明明为他付出了很多时间，但他却看不到，还否定我的努力，质疑我的能力和真心。他的行为让我很受伤。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是来跟他说清楚断干净的，但是我的内心呢又有点犹豫和挣扎。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出了问题，还是说我们就根本不合适。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做个了结。分手是不可能的，我是真心想和他有以后的，为什么他就不能再等等我呢？需要等待的爱人啊，这在一起多长时间了？580天左右。怎么按天算呢？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在跨年认识的，所以说到现在的话呢，就是时间比较具体一点。那当时就怎么就在一起了呢？他家的话呢是自己开店的个体户，是开酒馆的。然后我认识他是因为我去他家里去消费，然后认识的。当时他也是感觉到我跟他圈子里的女生不一样，所以说开始去追求我的。哎呀，那不是应该挺珍惜的吗？这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的工作，他是自己家开酒吧的，所以他会跟很多一些女客户都要搞暧昧。那我跟他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希望能够让各位老师去评一下，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你就拿我跟他刚开始的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有个女客户，我也不知道那个女客户是什么心理，然后加了我的微信，然后约了我出去喝酒。当时我们是从晚上的10点多左右一直喝到凌晨4、5点多，然后那个客户说要结束了，结果给他发了微信说让我男朋友送他回家，然后我男朋友来到这边以后让我自己回家，然后他去送那个女客户回去。是这样的呀，那个他是我朋友，又是我的客户，他在我们家店里喝的酒，出了事儿我也要负责任的。那我出事就没有关系是吧？那你跟你朋友在一块儿的呀，你有你朋友的呀。你帮那个女客户叫一辆网约车就可以了。对呀。没有，而且他是跟那个女朋友散步回去的。嚯，那这事儿最后怎么处理的？这是最后我要跟他分开嘛，我要跟他分开，他说他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了，然后我铁了心跟他分开。当时他是说你要是跟我分开，那我就不活了。然后这只是第一件事情，还有也是说他一个客户，他那个客户喝多了，又在他店里，然后那个客户说回家的钥匙不是忘带了，然后你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女生，人家是来我店里喝酒，喝多了，他的钥匙跟手机丢了，然后他当时让他的客户留在他的店里，2个人把门一关，2个人一起睡在沙发上。还录了视频给我看，当时我录给你看，我不是想跟你说一下吗？我不是想给你报备说一下吗？问题是他的只是钥匙忘带了，你可以让他自己打车回去，给他找开锁的，自己应该没钱，我借给你去。那人家是客户，人家来我店里喝酒，他家里有没有？人家出了事是不是我的责任？他家里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爸爸妈妈？有没有朋友？小伙子，你会对每一个到你酒吧当中喝多了的客户都这样吗？都要负责到底，负责送回家吗？会。店是我家的店，人家喝多了干嘛？人家回不去了，出了
好，这个责店是你家店，任还是要我们酒也不是你灌的酒啊。不是在一个沙发，就是我们沙发卡座有很多。行，这是你生意上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哈。那生活中呢，有让你不满意的吗？有呀，有一个她的好闺蜜，她是玩了很多年了，她说。然后当时我们是异地恋，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块儿，后面我要去杭州去工作了，因为我俩是过年认识的嘛。等我杭州回来以后，然后我查她的手机，我发现她半夜那个女生给她发信息说啊，我看你也找对象了，你也挺幸福的，现在我也想谈恋爱了，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她当时没有回那个女生，后来到半夜凌晨的时候，她说她睡不着。给那个女生发信息说，我知道你要谈对象了，其实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舍不得你，你还给她拍一张你的枕头上流眼泪的照片，说枕头都湿了。哎呀，哎呦，我跟他发生啥了吗？那是我朋友呀。你朋友，所以你朋友不开玩笑不行吗？开玩笑，开玩笑，就是一个小事，你为什么一直就着这个事儿不放呢？他还说这是小事儿。后面我们俩就是不是，等一下，这件事怎么处理解决的呀？吵完架以后，我们俩发生了一场车祸。他说我能不能就是在生死之间能不能忘掉这件事情，让我忘掉。后面我说不可以，我说我们就分开吧。他说我们俩分开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的工作原因，所以他把家里的工作给辞掉了。辞掉以后，他要跟我放掉一切，跟我来到杭州。所以这个事儿是以他放弃了老家的工作来杭州找你收场的。对，他就是跟我去讲说，哎呦，只是聊聊天而已，没有发生实质关系。那来了杭州能好点吗？不用异地，不用猜测来了杭州以后，我们俩就不只是边界感的问题了，而是他本人他是没有什么收入的。来到杭州半年了，从去年的7月份一直到年底，他的都是没有挣过任何的钱的。然后他的吃喝住宿都是我来承担的。也就是说开始吃软饭了。然后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当时来杭州说让我等他3年，我们俩在一块快2年了。然后在我来的他节目之前，我说要跟他分手，他说你能不能再等我3年？来了杭州为什么分手呀？因为他感觉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卑的心理啊，他开始各种批判我的不是，然后还查看我的手机，查看我跟我闺蜜的聊天记录，查看我跟我妈妈的聊天记录，他想看我有没有在背后说他坏话。有一次他出去有点事儿去拿了东西，然后我去看他手机，那个他正常用的号我没看。然后就看他平时工作的号，看能不能翻出来什么，结果就被我真翻出来了。翻出来啥了？有一个酒吧营销加他微信，当时聊天内容都删掉了，没有了。那天是我朋友失恋了，他要去喝酒，他喊我去。其实我这个人不怎么去酒吧的，我也不怎么喝酒。然后那个酒吧他是为了推销的，然后加了这个联系方式。当时我跟我闺蜜都加了以后随手删了，因为我不想要大号去加，因为我知道他发的是广告。你为啥会怀疑他，或者是不相信他呢？你来杭州之后，他对你不好吗？对我挺好的，确实挺好的。我对他可太好了，他的吃喝住行都是我，而且我特别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从不会做饭，不会干家务，在家里我爸妈是很疼我的，当时我来到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不会做饭，变成了厨艺特别好。上个月的时候，我给他做了饭，让他带回家去他公司去吃，他同事尝了感觉很好吃，他跟我讲说，你看你做的饭我喜欢吃，我同事也喜欢吃，你下周回来的时候你再多做一点，我要带给我的同事吃。那为什么他有工资收入要吃喝你？他的钱不够呀，他说他的钱要用来社交，我不是他社交的一部分。他会送你礼物吗？或者没有送过，我们俩在一块快2年了，没有过任何一个节日。他过生日什么也不送礼物吗？他过生日我都来气，去年他给我买个蛋糕，没有任何礼物，还是用我付的钱。那我当时扣款时候我不知道划到他了，我说后面我那个发工资我还你，这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你还了吗？还了呀。你什么时候还的？那我平时吃饭干嘛的？我说这是我花钱吗？这不是慢慢就还啊？所以说这个叫这不叫补偿吗？你平时上班他的工资不够，钱他社交不够的时候，请他同事吃饭问我要钱。我上班挣的钱要分你一半，分你拿出去社交，然后我回到家以后还要给你做家务活，甚至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要让我照顾他的情绪，他从来没问过我累不累。我这个腿磕伤1个多月了，没问过我疼不疼。我还不够在乎你吗？他出差，我都会给他开视频，我都会问他，你今天累不累？我难道没有问过你吗？这叫在乎我。我难道没问过你吗？就是你就问过我，你语言上问问我就可以了。姑娘，你认为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乎你？我觉得你但凡我们俩正在谈恋爱，我对他付出了很多，金钱、精力，还有很多其他的。我甚至说，因为我辞掉一份很好的工作。为什么呀？本来我是放假回去的，我发现他是出轨了。然后他说因为异地恋才出轨的，所以我把我当时那份工作辞掉了，在家里陪了他2个月。所以你希望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乎你？你还没说明白。
我希望他能够嘴上说的什么，他能够做到，而不是一直去怎么做呢？他不是没钱吗？他现在一个月，问题是他连付出的行动都没有。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呀？7K 或到15000。那不少啊，挺好的。你月入15000还不够用，还要他拿1半工资给你。因为平时花销确实挺大，而且还要交房租什么的。这个你们谈了这么长时间，又从异地到同一个城市，这家长都知道你们的情况吗？知道，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俩谈婚论嫁以后，这个房子还有车子让我俩去买，他父母不会承担的。他父母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就不管我们了。是你见过他父母吗？见过。你父母喜欢这个女孩吗？喜欢。姑娘的父母见过男生吗？见过，但我妈非常的不喜欢他。怎么跟你讲的呀？我妈就说他个子也不是特别的高，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俩学历包括工资、三观差距都很大。因为我妈妈给我介绍的男生都是有医生、有律师，家庭条件都特别好。那你试一试呗。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比我太强势的人。不，那你不喜欢强势的，他不强势，那你就跟他好呗。他的性格好是好，但是我就是他做的事情老是颠来倒去的，说的话没有一个是真的，而且跟异性的边界感太差了。他去到哪里，他总是要跟哪些地方的异性就产生一些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事情。他跟他女同事聊天，半夜去聊天，问人家女同事出去玩了，他点赞跟人家朋友圈互动。这个事儿我也是好意刷朋友圈看到的，我那个女同事她出去吃了打卡一家店，我觉得还挺不错。之后我就发私信，我就问她这家店在哪儿，可能去打卡尝一尝。我说她可能会喜欢，所以她误会你了。对，她因为我从之前的事儿开始到杭州到现在，她始终还是觉得我是那种人。你知道她妈妈不喜欢你吗？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呀？她偷看我的手机呀。看到啥了？偷翻我跟我妈的聊天记录，翻我跟我朋友的聊天记录，看我有没有背后说他。我说这是特别的不尊重人。你看到啥了吗？他妈妈反正就说我这个人不太过关嘛。我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染了个一身小黄毛。你还挺委屈的是吧？挺难过的，觉得。对，确实，因为我觉得我从老家陪你到这个城市，我是真心想和他一直走下去的。那既然你是真心的为了爱而奔赴，也在努力啊，你觉得为什么你女朋友这么不满意呢？对你？我觉得她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好，到后面导致她会不会变心？2个方向，一是你哪里不够好，二什么叫她变心？钱嘛，钱不多。如果说以后结婚嘛，需要我俩，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我父母去承担我这个事情。他所有的钱都是问我要的。他挣的钱没有给过我1分。那如果他以后赚的钱，不管是5000还是15000，挣的都给你，你会觉得，哎呀，这姑娘也委屈了哈。哎，姑娘，你觉得他不给你钱是不爱你，还是说他确实是没钱？他不是没钱，他认为可能说我挣的钱比他多，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给我。你每个月收入有多少？2万多吧。那你的委屈的点是？是我跟他在一块这么久，他一件礼物都没有送给我。那你也跟他在一块这么久，所以就别委屈了，你乐意的。所以第一方面你说了，他可能嫌你经济上不够好啊。这个第二你说，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他变心，为什么会这么去猜人家呢？可能我自己也意识到。意识到什么了？意识到自己可能欠缺了很多东西，匹配不上嘛。那你自己觉得对他还算是很真心、很付出的，是吗？是的。但这点女生感受不到。因为他如果真的在意我，我跟他说他需要跟异性保持边界感的时候，他觉得是我太敏感了。但是他做的事情我也是跟我的朋友去讲了。朋友说，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男生，他如果真的喜欢你，他不会去做明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好而去搪塞你的一件事情。那你对他现在的这个经济收入或者在杭州发展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如果他把钱攒起来，加上我的工资，我觉得我们2个努力，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家的。但是他没有这种概念，他挣的钱他一定要去维持所谓的社交，跟一些没有意义的人去玩，去请别人吃饭，给别人买礼物。他虽然嘴上说着爱你，为你而来，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行动为你们的将来做一些准备和打算。从来没有说因为钱跟他吵过架，我只是说他有钱的时候他不会给我花，没有想过我。你刚才有依据说他每个月的15000的收入全部花在社交吗？对。你做什么社交需要这么多钱呢？
平时跟朋友吃饭呀，那平时在工作上也有朋友的帮助嘛，平时会私下请他们吃饭，有时候请他们就是去唱歌啊，或者说请他们去就放松一下。他去夜店，但是我不去，我不喜欢那些地方。然后那些地方的花销，他每次跟我讲他花了多少钱，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你普通的打工人，你去想攒钱，你不会去这些地方的。他会怀疑你有变心，哎，就是觉得他不是怀疑我变心，当我怼他的时候，他没有还的一个余地的时候，他总是会拿我的前任说事情。但是这是他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在他之前我谈过恋爱，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跟前任在有什么关系的。我对他好一点的时候，他总是会阴阳怪气啊，说啊你对我这么好，以前是不是对你的前任也这么好呀？因为之前他手机上有个短信，上面说你在哪儿，我好想你。然后我问他，他说那是他前任，很早之前的了。我说那你现在跟你前任还是有联系的？所以原来是你在安徽，他在杭州时候，女生怀疑男生，现在在一起了，男生觉得自己可能各方面条件没有那么好，又开始怀疑女生。他这种怀疑是我感觉是源自于他自己的内心自卑。我明白，就是你们俩之间还有爱吗？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但是我又很舍不得。对，其实还是有感情的，但是诸多不合适，是吧？男生呢？你觉得你们俩还相爱吗？我觉得是的。但是我今年都已经24岁了，他还让我再继续等他。对，刚才说到你让等你3年，等什么呢？等我这3年，我一定会把他想要的，我会给他的。可是你现在都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呀，我怎么就相信你3年以后能够给我呢？你可以3年之后再回来找他呀。所以这份感情该何去何从呢？男生，刚才有很多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男人的分寸感，那就是女人的安全感。男人一旦分寸感缺失了，是很容易走偏的。您很显然走偏了。如果你说你感觉到配不上这个女生，又深深的爱着这个女生，刚才的这一切都是可以不做的，你为什么敢做？很显然嘛，从第一次发现你和这一些女客户的事情以后，他已经明晰的彰显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告诉你这是他的底线。如果你真爱他，你还会有所谓的女闺蜜，甚至自己承认出轨。您到了杭州以后，如果爱这个女生，你还会和自己的女同事有这样的一些交往吗？在我眼里，在分寸感的问题上，你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作为这个女生，我能感受到你是真爱过这个男生的。到了杭州，一个15000的收入，居然说还不够用，是因为要应酬。你有这么多的应酬，难道你的收入从15000变成3万了吗？3万变成30万了吗？有吗？没有啊。我们男人是要有尊严的。换了我无论如何不会开口向自己的女朋友去要来她工资的1半。你在分寸感上就是不自爱，你在经济上我也认为不自爱。小伙子，我问你一件事儿啊，刚才有个细节，你认为他删掉了一个酒吧营销的微信，你觉得聊的内容绝不单纯，那你怎么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呢？我始终觉得客户他始终是客户，我跟他拉近关系也只不过是为了想让他来我家多次复购。他非常清楚地说，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也不喜欢你在那个地方遇见的那些人。你找到的那些用你的方式维护好的客户，他都会成为你的回头客，而你非常清楚那些人没一个是可以过日子的。但是这个不喜欢酒吧的女孩是可以过日子的。哎呀，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这么拧吧。做着他不喜欢的事儿，接触着他不喜欢的人，还要向他证明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而不是在淤泥当中染了一身黑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也有一点点奇怪啊，姑娘，你说你就不想找一个比你优秀的人？因为我家人，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强势，我不喜欢被别人压着。我不是说不喜欢比我优秀的人，我是不喜欢就是性格老是会掌控着我的人。因为我之前谈的恋爱确实是优秀于我的，
然后所以他们想掌控我。那我不喜欢就是被别人压制的感觉。我在家里被爸爸妈妈压制着，我出到社会以后，我想能够喘口气。好，那你是怎么做到人家用语言压制你的时候你不舒服，他明明出了轨，你还能辞了工作回过头来去挽回他呢？这是另外一种牵着走，和语言上的压制有什么区别吗？他认为边界不叫事儿，他没越界。你认为的边界和他认为的边界根本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其实你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想要的东西啊，就他今天所有做的这一切，其实是被你宠出来的。但是你的这个宠，是因为你给他的那一刻，你有你的优越，你有你的光芒，你还有自己想要得到的那种控制感，但是失控了。所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再做决定。我觉得你们不知道想要什么。女生你想要啥呀？我就想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能够知足一下。那你跑酒吧里找这么一个人啊？你要的不是平淡的日子。如果你能够清楚地认知到自己，我这一刻我24岁，我在一个打压式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我就想要任性一把，想要一个解放自己思想的恋爱，想要一份轰轰烈烈，想要一份不一样的体验，去做啊。你要想想自己要什么。至少今天你站在这儿，我看到的你不是一个想要平淡过日子的人，否则你就听你妈的去相亲了。但是我也不看好你俩，因为即便是一场浪漫的、充满刺激的、有激情的爱情，他也给不了你，因为他比你还喜欢激情和刺激。他要通过不断的突破底线和不同的异性产生关联，来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他要通过什么辞职、千里追一个姑娘，自己在场上感动快落泪了，说我真的爱她，我一腔真情。他比你还渴望这种东西，所以不是良人。男生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你对于和异性的边界，我不觉得你没有认知。你俩在某一个类别上是有相似处的，你也喜欢更多的体验、丰富、浪漫，难听一点，新鲜刺激。所以你会和女客户保持很好的关系，你会，我相信你拿那么多钱去应酬，你都是为了探索更广阔的、更多元的关系。所以既然都没长大，都还是爱冒险、爱刺激、爱新鲜的年龄，就去大胆的看这个世界就好了，不要耽误彼此的生活，折磨彼此，一个想哭，一个泣不成声，干啥感动自己？别忙着感动自己了，拿出这精气神儿，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找到真正的自我，接受自我，才能接受那个和你能够同频共振的人。刚才我听见一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就希望他是一个正常人，言下之意他不正常，对吗？我知道他不正常，我还跟他在一块儿580天。姑娘，你觉得我正常吗？我告诉你啊，把自己演成悲情剧的主角可过瘾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就是妈妈安排的相亲你不愿意去？你说啊，他们太强势了。我告诉你啊，有俩人，有一个霸道是让你觉得受气，有一个怂坏，背着你偷看你和你亲妈妈的短信哦，阴暗吗？我告诉你，你很快乐，你愿意当悲情女主角啊，所以对手戏你得找一个能让你当悲情女主角的对手戏，那对手演员很重要。你要找一光明磊落的人，天哪，你上哪儿悲情去呀？这辈子瘾怎么过呀？你呢，还偏偏骄傲。我不能找一个就是什么医生啊、律师啊，收入比我高的呀，那样可能我觉得人家不会把我当做真爱的那个人，对吧？所以我得找一个学历不如我、收入不如我，甚至在人品三观上我也难以接受的人，这样的人处处不如我。哎，我发现我还是输了。我怎么在他心里就比不过那喝醉了的女客户呢？我不服啊！我要用我的余生在他心里证明我才是那唯一的。你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你要这样的胜利吗？不需要了。哦，你记着，认输就是赢。这个小李啊，你吧，老说什么学历不如人家，但是我有一感觉，你其实呢，
你是有自己的骄傲来源的。你的骄傲来源，你看这么多人，他就得让我送他回家，然后这么多店员，就得我陪着他在这店里吧唧把门一关。你看他学历比我高吧，半年了，我不用挣钱，他得养着我，这是你的骄傲来源。所以你不会放弃的，骄傲越多越好。哪怕结了婚以后，我还需要更多的骄傲。我发现那个人给不了我，他给了我也不足够的时候，多一个是一个。你要是觉得这种骄傲来源你特别陶醉，我尊重。您要是觉得这些悲情您自己营造了之后，您自己演的特别过瘾，我尊重。也许他们真是需求对上了。对呀，男生一直以来用被异性需要的这种感觉刷自己的存在感，女生是我被他需要，刷你自己的价值感。你就是当妈似的付出啊，但你就很纠结，一边付出着啊，一边心里还不甘。你帮他扛起这经济大梁啊，你自己还怨气横生的，他根本就没有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回报，但你就喜欢这种感觉。因为你说其他给你介绍的那些工作呀，好像身高啊都比较不错的那些男士，你觉得他们会比你强势，对吧？你反而让自己觉得没有价值。但是你记住了，儿子式的这种付出你得不到回报的，因为儿子他是理所应当享受父母的爱的，他觉得理所应当，他就不会回报你。越这么惯出来的孩子不孝顺，听懂没有？他不会感受你的感受，你只能在一条路上走到黑，就是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唠叨，然后一边唠叨一边付出，既离不开你，我觉得你挺讨厌的。所以他就是去找那些可以给他情绪价值，可以好像依靠他的那些异性去找自己的存在。所以你的做法是反而是把他往外推的。男生啊，自卑的酒越喝越上头啊，你真的是需要别人认可自己才能抬起头来吗？就包括今天在这个台上，你有几次能大声的跟他说话吗？你总是，我感觉你心里总是没有底气。也是拿着人的钱还大声跟人说话，你做不到。其实你心里看不起那些被你营销的女客户的，你心里其实还是挺看重你女朋友的，因为她跟他们不一样，你又想得到这样的女人，你又不感觉自己不配。所以现在你做两件事拯救自己。第一，断掉所有的暧昧；第二，去报个夜校，考个学历，找份真正按自己能力本事挣钱的活，做成事业。那会儿你的这个底气就有了，那会儿你的胸膛就挺起来了，好不好？你们先下来休息一下，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好吧？我们听听这对情侣他们的情况。来，请坐。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0岁，来自广东学生；小郭20岁，来自天津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受不了对方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他根本就听不懂我说话，还不理解我的意思，还喜欢讲大道理，总是对我吼，总忽略我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不够爱我。他敏感、小心眼，还特矫情，又爱脑补又爱瞎想，他怎么这样呢？现在的恋爱和你期待的一样吗？不一样，我明明很爱他，但他就说我不爱，还总是纠结于生活中的小细节。两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不好吗？谈个恋爱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总是跟我讲道理？我跟他谈的是感情，他总是跟我讲事实。为什么就不能哄哄我呢？哎呀，为什么就不能哄哄呢？这谈了多久了？7个月02天。哎呦呦，02天都记着呀！遇到什么问题了？这才7个月，哪不高兴了呢？谁来先说说？他特别就是喜欢跟我讲道理，我跟他说什么东西，解释什么事情，他好像听不懂一样，就是总有自己那一套理。先举个例子，啥事儿你觉得他是跟你讲道理，不知道哄你？就比如我俩有一次就是晚上下课了嘛，坐在操场上面吃榴莲，本来特别高兴，说要录个手势舞，然后突然从后面就是有一个人在踢足球，直接一脚踢我腰上来了。
特别痛，当时特别痛，就是痛到说不出来话那种。后来那个人从我旁边把球踢走了，就在我脚边把球踢走了，看都没看我一眼，然后一句道歉的话都没说。我看看那个人，我再看看他，我又看看那个人，看看他，他一点反应没有，就是说，哎呀，你没事吧？然后我就当时心里面想，你女朋友受欺负了，你难道不替她出头？你去说一下这个男的吗？不是这样的啊，当时那个球从后面飞过来，不是一脚踢他身上，就是球从后面飞过来，然后撞到他了嘛。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事啊啥的，当时一直关心他嘛。然后我关心他，他还给我摆脸色，我不知道为啥。还不知道为啥，到现在都不知道为啥。他知道，他其实一直都知道，但是他总觉得就是想道德绑架我，啥意思？就觉得我被踢了，就是我受伤了，是我自己的错，是我们坐在足球场上的错，所以你就是生气他不为你出头呗，对，是吧？这里确实是有个问题，作为足球场，踢球的是主场，你们坐在那里，确实，我认为男朋友考量的还是对的。这事儿最后怎么处理的呀？后来就是我不想说这件事情了，我就说我们接着录吧，就又坐在那个操场边上的这回事，然后坐那接着录，然后我当时特别开心在那录，他就，我说他反而生气了，对他反而生气了，我说你能不能开心一点，我们在录视频，然后他说我开心了呀，我说你这叫开心的样子吗？后来我说那咱们别录了，回去吧，回宿舍吧。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走了，他就追我之后就是其实我是比较喜欢阴阳怪气的那种人，然后就是说哎呀我对不起，我的错行吧，我被球踢是我的错，我疼是我的错，然后他就是听不得阴阳怪气的，就是特别生气，当时手面有一个水瓶，他就想砸那个水瓶，把水瓶砸了之后，手机就夹在他这个腋下这个位置，水瓶没出去，手机先出去了，然后我的手机就碎了。你的手机碎了？对，就是站在我的角度，就是我被人欺负了，他没出头，他反而跟我生气，跟我生气之后我好了，他又开始生气，然后我还是觉得委屈，然后他把我手机砸了。那你教他怎么谈恋爱呀？就是之前在食堂然后就是我喜欢刷短视频嘛，然后刷的什么如何教男朋友更爱女朋友，男女生一起出去旅游，女生需要化妆时间长嘛，男生非但就是没有不耐心，还默默帮女生收拾，出门可能需要眼药水呀、纸巾呀、卫生纸这些东西，就是很贴心嘛。我当时就是看那些评论区，人家女朋友都在艾特自己男朋友说，哎呀宝宝你看他，就是他怎么这么好呀，然后人家底下男朋友都说好的宝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一定会更爱你的，我以后什么什么的。我其实就是跟其他女生一个心态嘛，我就给他看了，因为他就在我旁边。他看完了之后，您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了一句：“这都是假的，都是剧本，你看他干嘛呀？”那我说的有错吗？那不就是剧本吗？那我有说错吗？你没情商呢，是演出来的，但那也是生活的提炼出来的，是吧？这些鸡汤你经常看吗？我挺喜欢看的。你就按照他的这个鸡汤的引导在谈恋爱啊？也没有，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特别过分的话，他说什么是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我对你做的还不够多吗？然后我就更生气了，我觉得爱一个人不是常觉亏欠吗？网上总说，然后爱就是觉得永远对他怎么都爱不够，怎么可能还够不够啊？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够好了，非常好了呀，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尽我所能对他最好了，而且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老拿这些事出来吵，然后吵得特别不可开交。不是你觉得他对你不好吗，姑娘？如果是没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就是确实就是还挺照顾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吧，比如就是出门拎个包，然后不让我拿东西，然后比如去拿快递，然后全是他在拿，他在拆，然后我就是站着就好了，就这点地方好。一旦遇到就是这种网上的事儿啊，或者是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我就觉得我跟他讲不通，他一定要跟你讲道理，他就要跟我讲道理，一定要赢过你。对，他就总这样，他之前也是，就是他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啊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让我带纸巾嘛，然后我记性不好，然后我就忘记带了，就我可能就有时候我自己东西都忘，确实记性不太好，他就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是不是老是不上心，纸巾了我忘记带，然后雨伞也忘记带什么的。啥意思呀？纸巾雨伞自己不会带，不能带？会带，就是我跟他说了得有7、8次了吧，我觉得就每次都让他带。就是我们俩出去，他也会用纸，我也会用纸。女生喜欢穿裙子嘛，然后又没有口袋，我就觉得带个纸巾，男生又有兜，你顺便带了不就好了吗？也是便利我们2个人。然后他就每一次都不带，每次都不带。
我说，如果你真的说对我那么上心，你那么爱，而且你对我做的足够好的话，我说的话你不应该放在心上吗？你哪怕你记性不好，你定个闹铃，你可以拿了纸出了门放在他手里，这不也行吗？我其实每次都会带纸，只是我觉得我带的纸不够用。这些事都我觉得特别小的事啊，没有必要吵呀。这是生活中的小事儿，但是也是源自于网上那些你这个鸡汤看的哈，男生要带纸什么的，还有什么互联网就网上的影响到，就是他很多，比如说就看到一些不好的事例啊啥的，然后就把我带入进去，然后就觉得我是那样的人。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男的可能就出轨啊啥的，就是对女方做的不太好，然后他就把自己带入进去，觉得我是那样的人，然后拿来跟我说，又吵就是不可开交啥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就是网上很多那种视频，就是教女生怎么就长个心眼儿，男生就是异地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跟女生发来什么晚安什么的，又去找别的女生聊天，就很多这种东西嘛。我看到这种视频我就很难受，我就心里不舒服，我就很同情那个女生。那你希望男朋友怎么样呢？我希望他哄哄我说什么，哎呀，我不会这么做的，就是给我点安全感嘛，因为看完这种视频没安全感。然后他来了一句，你能不能别看这种视频，你不看你不就不难受了吗？但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不看这些视频，别把我带入进去就好了呀。我觉得你俩都挺有道理。女生说看完跟你分享，你就说一个宝宝我不会这样的，他就安心了。这男生说你少看点吧，那挺无聊的，也没啥错。再回到现实生活啊，你们现实生活啊，学习呀，或者平常的休闲娱乐啊，这些事情上有什么冲突和矛盾？他特别喜欢打游戏，一玩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有一次我就是生病了嘛，头很痛，我就给他发消息说我头好痛啊。然后他说我去打游戏了，然后我说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开始发那种你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干嘛？说我说我头痛你看不见吗？他过了2、3个小时才回我说，然后还是没看见，然后就说了就是说什么他在打游戏什么的，直到他打完游戏才跟我说我没看见。这事当时确实是我没看见啊。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打游戏嘛，但我不是故意不看他的消息，然后诚恳的道歉就完了吗？是诚恳道歉了，但是呢，他又开始瞎想，联想各种事，说什么以后出了点啥事故，然后他就觉得那你打游戏你又看不到我消息了，那我是不是出啥事了？然后我又没办法了，他就各种开始瞎想、幻想各种事儿。就比如你说你真有点什么事儿，比如出去跟人蹭车了以后，然后人家身边，咱就不能想点好的事儿吗？车上下来，我男朋友没有回我信息，可能那个这正在参与什么赚钱的买卖，或者学习得了大奖。如果他真的是干这些事情，我就不会生气所以我就说你不能往好了想。行，听懂了，反正是打游戏耽误了回你信息，让你造成了不好的联想啊，是吧？这个那你跟他一起打呗，这不就没矛盾了吗？我俩确实一起打游戏，然后他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容易上头。就比如我俩玩一把游戏，我选了一个他可能这把需要的英雄吧，然后他就会生气，然后生气完之后，我知道我有点错了嘛，因为我就想逗逗他嘛。我觉得游戏而已嘛，你哄两句你好了不就完了嘛？然后我就哄他，他反而更生气了，说我这把根本就打不下去了啊！你就这样吧，你就抢我英雄嘛，都别玩了，就类似于这种话。然后我其实有点生气了嘛，我说我已经哄过你，你怎么还这种态度？我就说那都别玩了，然后就是都投了吧。然后他就更生气了，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觉得一个游戏不至于。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那个游戏啊，就他既然体验不好了，然后他还要让我体验也不好，那既然咱就都别玩，下一把不就玩得开心一点吗？这把就不玩了呗。然后他就觉得我给他甩脸色，觉得我就是对他不在意啥的，就他总觉得我对他态度不太好啥的。你女朋友是不是有点小敏感呀？我觉得她挺敏感的。比如说有一次我妈可能就说了一句话嘛，对，我就跟她说，就是因为她不是天津人嘛。然后就是天津人说什么不外嫁啥的那种话嘛，天津女不外嫁。对，我就跟他说我妈说的这句话，然后他就觉得不赞成我俩这样的，但我就是他问了我，我就这么跟他说嘛。是你妈妈说这个女孩可能将来不会跟你在一块儿，因为听说人家天津的女孩就不外嫁，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就因为我妈对各个地方人比较了解嘛。您知道她当时怎么说的吗？然后她跟我说她妈妈知道我了，然后我说那你妈妈都说我什么了呀？本来我觉得她妈妈可能说哎呀这小姑娘怎么样啊？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我妈说别想了，你俩没可能，天津姑娘不外嫁，你俩就谈着玩吧。没说谈着玩，就是说天津女孩不外嫁，就是你自己看着办吧什么，就是因为我妈就是比较站我这边的，就是她思想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传统，她只是提醒你，对，就是给我这种意见。以后这个姑娘是不会嫁到广东去的。对，但最终想法还看我这边，因为我还是想按照她的想法，既然她不外嫁，那我就跑这边来跟她一起工作啥的嘛。就陪他一起嘛。那你为什么不和你妈妈说这些呢？
因为我就是觉得很尴尬嘛。哎，您看，你很明显，你和他大事小事都讲道理，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敢跟妈妈讲道理呢？对呀，为什么你跟我讲道理，你不跟你妈讲道理？你坚定一点啊！那你又不跟你妈妈说，你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嘛，就有点尴尬嘛。那以后结婚了，我跟你妈妈闹矛盾了，然后你不好意思跟你妈说我的错。那既然以后那肯定，如果闹矛盾，我肯定会站你这边嘛。哎呀，你现在都不站，都想到结婚这事儿了。我就觉得我想跟他就是好好在一起嘛，但是他给我的意思，他当时就说了一个说我妈妈不同意我们两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后面什么都没说。我就在想，你这话跟我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跟我提分手吗？有一次拿他手机不小心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很丑，我想删了。删了之后，最近删除不是还要再删一次吗？我就去打开他的最近删除，一看200-300张他和他前女友的照片。哎呦，多少？很多很多很多，200-300，我觉得得有了。我就是这么划了好久都划不完呢。这说明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就反正他就这么跟我说了。这个说明了什么？我就觉得他跟我谈恋爱，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需要我去干嘛干嘛，也不为我出头，带纸巾也好，带雨伞也好，他这些事情他都想不好。如果以前跟他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他也做不好这些事情，谁会跟他好好谈啊？还谈这么久，我就觉得是不是他能对他前女友做到这些，但是对我做不到。其实听起来你们俩都是这些非常琐碎的小事儿，也没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对吧？都是小事，但他老是因为这些小事跟我吵。但是你也老因为这些小事不哄他呀。而且谈恋爱，我们这个年纪能有什么大事啊？不，那你们今天来的诉求是啥呀？女生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多哄哄我。他就直男不会哄，咋办？那这些事都太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你小事不哄，那大事就能会哄了吗？对啊，这是一个线的逻辑啊。大事那如果发生的很大，那我肯定就是好好说了呀，你妈妈这事是大事了。那这事也太小了吧，没有必要吵。我觉得每次一吵就吵了2-3天啊，又冷战啥的。我是那种，如果我觉得我妈妈知道我男朋友之后，我妈妈会很积极的去问他，然后我也会很积极的跟我妈说，我跟她说以后怎么想的。他那边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根本是不是就不想让他妈知道我，因为根本就不是他主动告诉他妈妈的，是他妈偷偷发现的。所以你看，其实2个年轻的小同学彼此很有感情，很喜欢对方。但是这个处处就碰不到一块儿啊，想不到一起，这吵吵闹闹的小情侣该怎么办啊？怎么相处？男生首先，你的共情能力不强，懂得服软的男人，他往往是一个智慧的男人，你也不智慧。在足球场上那一幕，他今天说你应该和他们去理论，如果在这样的一种关切当中，我想您当时也会温暖很多，舒服很多吧。但是你没有做。另外讲道理，你想，都说婚姻都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何况是恋爱？大大小小事情，你非要和他去论个高低，让我感觉你们是在 PK 论输赢，而不是恋爱谈感情。你哄哄他又怎么了？所以男生在这一点，你虽然有过恋爱经历，但是你真的确实不明白女生要什么。但是女生恕我直言，你可能看的鸡汤不是一时半会儿，您可能是大量的在看吧。因为您今天的逻辑思维，我明显的感觉到是受到了这众多鸡汤的影响。我可以说这些鸡汤有很多是误导了女性的，甚至是成为了情感矛盾的罪魁祸首的。人家是演绎，是为了吸引流量、吸引眼球。爱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恋爱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您说你们的恋爱是不是唯一的？每个人释放爱的方式也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你干嘛一定要自己深深的陷到这些鸡汤当中不能自拔呢？所以在这一点，女生也要修正。恋爱谈的要纯粹，但同时呢要智慧。姑娘，我觉得听完你在这个台上所有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啊，你看你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美滋滋的、乐呵呵的在说这个东西。其实我就在想，真是年轻的恋爱真的挺好的，好到让你只关注恋爱这一件事儿。所以你把那么多一包纸巾都放大成那个样子，我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太闲了？
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就你们这一代人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当你在某一个短视频或者网剧当中停留过久的时候，大量的大数据给你推送，于是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我们说的信息茧房。刚才于老师说的就是你看太多了，其实我都想说你成瘾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停留这么久，其实会影响你对于爱情这件事情很健康的一个认知，它会让你造成一个特别大的现状，就是你看那个的时候你很快乐，你有共情，但是你一扭头看到它你就有落差，这就是成瘾呀。那怎么摆脱呢？最决绝的方式，你断网，断几天试试，断半个月试试。我觉得他不一定是没哄过你，但他肯定是不想再哄你了，因为他累了。他不是没有哄你的能力，不然你俩走不到今天。爱情不是他不会谈，你谈的也有问题。其实我挺喜欢年轻时候的爱情，年轻时候的爱情是应该很充满热情和激情的去享受你们现在这一段没有压力的生活，别想那么远，把你现在的这段感情好好谈好，你全心全意的待他，他好好的去善待你。即便将来我们可能会更明确的知道我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爱人，你也会有一天回忆过我曾经有过那么单纯的一段爱情。所以年轻的时候你就享受爱情的美好，记住你的爱情就是你的，不要在别人的爱情演绎里成瘾，在自己的爱情当中找落差。我都没什么想说的我觉得挺好的恋爱。这20岁的年龄不就是女朋友嫌男朋友好像没哄我了，男朋友情窦初开的年龄，没多长时间的爱情，觉得哎呀我都挺用心的，你怎么还不满意？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即便你会觉得爱情当中有不愉快，那不是你们是个例，不是你们的爱情不够好，不是他不够喜欢你，而是爱情本身就是有酸有甜有苦有辣。你爱他的同时，也会被这个爱当中一些你还不熟悉的感受，比如说你需要学会包容，你需要学会更多的共情，你需要学会共同的成长，这些你都不熟悉，因为太年轻，你们是彼此喜欢对方的。你要首先相信这个大的爱情的方向，才能慢慢在你们相恋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磨合，从两个个体变成我们。所谓的我们，就是我们能够有相类似的对待世界的认知，相类似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时候就进入一个恋爱的舒适期了。男生，我觉得你大男孩，毕竟是个男孩子，个子也比他高，是吧？并且你还有一个很了解你的妈妈。那从我们自己做起，更多的学会换位思考，想想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跟你相处当中，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要懒，不要代谢，不要把自己那种打游戏那种松散那种散漫的状态拿到爱情当中。散漫在爱情当中一定是毒药，明白吗？所以你还是要去把自己的那个共情的状态去提高一下。女生也不要老看小细节，先从网络当中走出来，学会接受他和你是不一样的两个个体，不要老纠结这种小细节。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校园青涩的爱情，也希望这个青涩的校园恋能够慢慢走向成熟。不是，他要是特别会来事儿，你不害怕吗？我觉得还好，就是我挺喜欢那种好玩的男人。他是有时候你要是一出招，他都接得特别合适。就是你一说那个短视频内容，什么那个男的是多么的下作，然后立刻他就开始能把你聊得心花怒放。这听起来像渣男，你不害怕吗？害怕。你是他的安全感来自于他的笨拙，就说明他不狡猾。他在你面前不愿意为了讨你开心而说一些假装出来的话，哎，这是他的笨拙。你说他是耿直也成，你说他是笨拙也成，他可爱不就在这儿吗？你要真碰上一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男朋友，我的天哪，人家把你卖了，你还替人点钱呢。然后小伙子，你女朋友要是不这么作，咱这恋爱还谈得有劲吗？你就比如说你谈了一女朋友，出去之后你都不知道纸巾这事儿，
你女朋友自己把自己搞定特别好，然后你谈了一女朋友，这女朋友从来不娇滴滴的撒娇，上来就跟你1、2、3、4、5，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你自相情愿的，她比你还明白，你还谈这恋爱吗？哎，就是你也不愿意谈一个天天教你做人的女朋友是吧？所以这不是彼此吸引力所在吗？我真心觉得你们两个的问题是现在好多年轻人面对的问题，但是有些人聪明，不把这事儿当真；有些人有毅力，能把自己从短视频里拔出来。人和人不一样。我觉得学习网络上那些情感教程没有错，就怕咱们学错了。我们应该学理论，所谓共情啊，所谓包容啊，理解啊，但不能盯住那个案例，那就是标准唯一答案，那就错了。每一对情侣，每一对夫妻都有不同的恋爱模式和甜蜜的感受，都是独家定制的，没有标准答案，别硬往上靠。女生你学错了，但你为什么这么去学，这么追求所谓的完美，就是你内心是有一个空洞的，这种空洞就是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可能是来自于你没有经验，也许是来自于说你原生家庭对你过于的呵护，过于的无微不至，你把爱理解的错了。你觉得爱就是无时不刻的关注你，你就是这个世上他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说你每个细节每一个感受他都要全都接收到，并马上给你反馈，对吗？错了。如果这种爱的话，只能持续一阵子，这个浓度不可能一直保持的。但你看到网上的交友都是高浓度的呀，但在高浓度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呼吸呢？氧气过浓，我们也会受不了的，对不对？要放松一下，叫呼吸式的爱情，放松，给对方一些轻松的空间，允许对方看不到。但小伙子别点头，我想说说你，我觉得你太不好学了。人家是努力在学，目的是怎么能够更好的谈恋爱。虽然学错了，教了就会了，但你不学可不行啊！你是有过恋爱经验的，对吧？为什么分手？我就不信了，你记性不好。人家说带纸巾这件事儿你记不住，你完全就是没有心。你得用点心，你用心就做到2个字，叫翻译。你翻译他情绪背后的需求是什么？你翻译他这种过激的表现说明什么？他在求助，他在要什么？你得用心去做。可你都不去做，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不去做无外乎2点：第一，你不爱；第二一个你不会；第二个肯定是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不会呢？你开始一定做得非常好。你们现在是7个月多一点，对不对？头1个月好不好？好，逗我开心。你不是不会，所以你要警惕喽。别以为我们在为你开脱，我觉得你的问题最大。人家能改，因为这人心没有问题，但你如果这份心没有，你改不了。你做不好，好吧？那我们也请2对情侣回到正门后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看看你们待会儿的选择。来，请回。想要收看我们节目完整视频，欢迎您去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官方账号，联系我们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开门。不应该，应该不出来了，对吧？我估计不出来了，这已经明明白白了，太清楚了。好，这不合适的爱情，其实就彼此祝福吧，哈。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8点到10点，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您有情感问题的话，还有机会和导师们连麦互动。那这第2对校园恋情呢？肯定出来，这不出来我们就有点哈。对呀，不出来我到门口去拦。来吧，看看他们小年轻的选择，请开门。好出来，来了，肯定来了呀。哎呀，真是可爱。小姑娘没有这个小男生开心哈，这男生你咋这开心啊？看他很可爱，然后就想笑。这就用心了啊！姑娘呢？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说的本来的就是说，你要不哄我，那还是那套道理，那就分手呗。反正我就是想要情绪价值，而且我们都这么年轻，对不对？然后他就是觉得他还是想说我少看点那些东西，你少看点，他多哄点，这行不？这两个我认为是能够平衡的。他哄你是必须的，那你现在就但是那些鸡汤少看一点。哎，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哄哄吧，抱抱呀！好好相爱，再见，拜拜，谢谢。这校园恋爱还是挺美好的，但不管是校园还是婚姻生活啊，这个恋爱、婚姻啊都一样，我们都要时时刻刻去经营好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希望拥有伴侣的您能够天天幸福快乐。也感谢我们今天老师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